武则天是目前最新出的英雄，特点是持续释放技能以及少量的技能回血。一如既往，优先讲解思路，最后才是完整的装备徽记。依照不同思路与不同装备搭配，总共有3套依照不同思路来搭配的装备。第一套装备是持续伤害，通过最高冷却缩减来达到持续释放技能的目的。通过拉扯来确保自己的生存环境，如果能确保自己的生存环境的话，这套装备可以打出最大的功能和伤害。第二套装备只更改了一件装备，这套装备是正常情况下的最高伤害。这套装备可以在对面完全没有吸血的情况下使用，依旧是通过高冷却缩减来打伤害，但缺点就是如果对面有很多吸血或回复的话，就没办法限制，除非至少有3个队友有出这类装备，而且都是要能造成大面积效果的。最后一套装备是吸血，这套装备舍弃了最高冷却缩减以及常规状态下的最高伤害，换来的是在伤害最大化的情况下的最高吸血。这套装备保持了40%的冷却缩减，这套装备也和第二套装备一样，可以在至少3名大面积造成效果的队友以及对面几乎没有强吸血的情况下使用。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下，这套装备的吸血效果不一定有面板上这么好，因为一般来说对面都会出克制吸血的装备，所以实际的吸血效果也不一定会很好。其实还有一套装备，但这套装备有点不太行，就是拉点吸血，拉点冷却缩减，再带上夺命被动。这套装备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算是最平衡的了，因为有吸血，又有夺命，还有冷却缩减。但是我没把这个算入正式的装备里，是因为太过平衡导致没作用。要续航的话也不会很高，持续施法也不太行，还要为了有夺命效果而浪费一个装备格子。接下来就是完整的装备和徽记搭配了。第一套不用多说，最高冷却缩减以及有夺命被动的灼热之杖，持续施法加克制吸血。第二套是最高伤害和高冷却缩减，持续施法加最高伤害。第三套是高冷却缩减和吸血，持续施法加续航。最后来说一下怎么根据阵容来选择装备。首先看对面有没有强吸血或回复，有的话就出第一套，然后看队友的吸血和回复多不多，多的话就出第二套，少的话就出第3套。不过一般来说对面都是会出克制吸血和回复的装备的。简单来说就是第一套主打效果，第二套主打伤害，第3套主打吸血，最后的最后就是我的个人建议了。我个人更倾向选择第一套，因为要塞入灼热之杖的情况下，最好的搭配就是第一套。再加上一般来说队友很难有能够大范围造成效果的技能，基本上来说就是这样了。如果有疑问或者我没讲到的点，都可以留言跟我说。